2026年3月17日，罗小黑迎来了他的开播15周年纪念日。可能现在弹幕会开始飘，什么竟然已经15年了吗？是的，15年了。15年过去，罗小黑的世界一点一点变大。我们跟着小白从灵溪逛到兰溪，跟着无限从离岛飘到龙游。本期我们将跟着鹿野进一步探索这个世界。不过在出发前，鹿野得先去绑架一只小猫。光天化日，朗朗乾坤，这只小猫咪又被绑架了。2年前它也是这么被拉着扯着，拉扯它的人也是这么自顾自的往前走，对它的挣扎丝毫不予理会。怪不得后来小黑会在酒店说，师爷和师傅很像呢，都是一开始感觉很讨厌的好人。放开，别拉我！师傅这几天都去了什么地方？鹿野这句话问的有些急，有些严肃，但此时的小黑主打一个你刚刚不理我，我现在也不理你的对抗状态。鹿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叹了口气，选择和小黑先建立起信任。你相信师傅吗？当然。我现在要找到那个真凶。说到要找真凶，小黑的表情松动了，肢体也开始放松。师傅这几天都去了哪儿？同样的一句话，鹿野这里的语气相比之前的也明显舒缓了许多。师傅这几天都去了什么地方？师傅这几天都去了哪儿？在家。没出去过。上次出门是几时？这个镜头里，鹿野裤缝上的走线也都画了出来。是的，没错，在鹿野的设定图里专门强调了，在特写镜头下，衣服的缝线也要画出来。缝线的存在，一方面能够突出衣服的材质，强化鹿野衣着的质感；缝线的宽窄也能表现衣服的厚度与弹性，让人物的动作表现更加准确。另一方面，能够增加工作量，但同时也体现着主创们对鹿野的爱。如果不是因为爱，又怎么会在这么多容易被忽略的角落里画出这些标注，写下这些文字，同时在那么多繁复的镜头里一笔一笔不厌其烦的描绘。10几天前吧，去了市里的游乐场。鹿野这里的神情变化，大概是因为在他眼里，无限并不是一个出门只为了去游乐场的人，而小黑的这个回答让他觉得小孩就是小孩，只能记得玩，所以他紧接着就想把这个小孩交给熟悉的人带着，自己去办正事儿。你在会馆有认识的人吗？修老和若水。那我先带你去找他们。非常丝滑的就把手机从乾坤袋里掏了出来。鹿野的手机背后有明显的2×2排列的摄像头，这个细节在真假无限那套盲盒里看得更清楚些。酒店那段还能看到曲面屏以及锁屏键是红色的小细节，这个细节在 GSC 最新公布的鹿野手办里也有体现。而能对上这些细节的手机，查了一下，华为 Mate 30 Pro 比较符合。这款手机发布于2019年9月，在电影前期角色设定阶段，它算是市面上比较主流的新款机型了，这也符合师姐的消费习惯。在小黑里，没有一部手机是随随便便画的，谁使用什么样的手机也都是角色塑造的一部分。比如无限一直以来都挺念旧的，手机这种随身物品想来也是轻易不换的，所以它的手机是有些年头的老款式。迟年的手机看着比无限的要新很多，虽然迟年看不上人类的破玩意儿，但该用还是会用。不过要让它多么捧着护着显然也不可能，所以脚磕碰了，屏幕摔裂了，它也完全不 care， 能亮就行。而哪吒虽然看不出手机款式的新旧，但它是这4位里唯一一个给手机套了手机壳的，用的还是火元素图案，非常时髦。每一部手机的每一个细节都精准折射出了角色的性格切面，人物也因此变得更加立体真实。我有事要办。这里鹿野应该是在翻通讯录找若水和九老的联系方式。我跟你一起去，我不会拖累你的，我也是师傅的徒弟。特别喜欢这一帧小黑靠谱小孩，也很想捏捏他这个脸。不知道鹿野此时在看什么，是刷新了对小黑的认识，还是从他身上也看见了曾经那个想救师傅的自己。跟丢了我不会等你的。我们现在去哪儿？被袭击的刘氏会馆。那儿应该有很多人查过了吧？逐渐拉开了距离，偷偷跑的这2步太可爱了。其他人看不到吗？能看到，不过我是最强的。哦，这
个场景就是我上期讲细节讲到口干舌燥的地方，这里同样细节满满。小黑鹿也在这儿，小黑又小跑了2步，生怕被落下。边上还是那个点餐的服务员，在认真的记录这位客人点的餐，看他的手势好像还是2份。店门口靠着的这位前面也出现过，这里有个小孩晃着腿拿过饮料喝了一口，边上的应该是他的家长，捣鼓着电脑，不知道是不是在工作。礼品店好像关门了，门口站着2位进不去的客人，河边钓鱼的依然在钓鱼，陪钓的站久了也累，干脆坐下。桥上走过来3个人，绿裙小姐姐和他们打了招呼，边上走过的小狗狗也在帮它的主人驮东西，这边还有一只小狗狗摇着尾巴陪主人买东西，另一边不知道是啥植物爬满了墙，长廊里也坐满了人。对面的小摊上，客人在思考买啥，摊主在后边理货。牌楼这边一位老奶奶往上走，边上的角落里站着的就是甲和乙，甲靠着门边的抱鼓石在刷手机，他们背后的鱼鳞窗仔细看也画出了磨损的痕迹。甲率先发现了走过来的鹿野，提醒了边上沉浸式打游戏的乙，这前后镜头所有人的互动都是连着的。绿裙小姐姐和朋友们打完招呼就离开了，虽然已经大包小包，但购物欲依然爆棚的2位客人在关了门的礼品店前面面相觑。甲小跑上来，在鹿野面前停下。甲虽然穿得很简单，但也会注意选用和衣服相呼应的发绳。这里再补充一个小设定，官博曾经透露甲的发型就是学的池长老，由此可见甲是发自内心认可且崇拜池年这位师傅，所以当他在飞机上听到土系被说垃圾的时候，他的反应一反常态。不过这都是后话了，等讲到飞机大战再展开。说回这个片段，相比起乙直愣愣的站在一旁，甲深谙职场之道，客客气气的和鹿野打招呼。他们俩正式登场不过2个镜头，但通过这些细节，角色之间的性格差异就已经呈现给观众了。要向你汇报吗？不敢，但您是无限的徒弟。甲尊称鹿野为大人，却直呼无限大名，看来上一辈的恩怨还是多少影响到了年轻妖。笑话，会馆有这种规矩吗？让开！鹿野这里需要给他俩一个下马威，所以不改路线，直接从他俩中间穿了过去。乙在鹿野走上来的时候就下意识侧身让开了，而甲则一步也没挪。猫杖解释，这个哼有个超级萌的表情包，在上映前作为预热发了。小荣老师当初转发说上映之后你们会回来找这条的，当时还不明白是啥意思，第二天看首映看到这儿就明白了。这个场景下也有各种动的角色，这里就不赘述了。唯一想提的就是这里单臂石上雕刻的纹路是管徽。别跟着我。每个传送阵上都有一块匾，写着不同的字。出版设定图里看着写的是天干地支，用来代表编号，但电影里的这个画面，鹿野小黑这块匾额相对能确定要么是3，要么是参。如果是3，那这个可能就是2，和这个顺序倒也能对上，但问题就是其他几块看着又不像是数字之类的。如果是参，那就看不出排便的逻辑了。有研究书法汉字的朋友知道这几个字的话，欢迎弹幕评论区补充。跟踪执行者，视情况有权就地处死。小乙了一声，腰间的绳子也跟着在动。太嚣张了吧！长老，甲沉浸式上班，没有喊师傅，而是喊职务。这里有个幕后小趣事，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就是因为每个配音演员在录音的时候只会看到自己出场的片段，所以甲的 CV 在录制前期并没有意识到池年是自己的师傅，到了后期才知道原来甲是池年的弟子，而又因为芷清的名字和甲乙没什么关联性，电影里他们也没同框过，所以甲也不知道芷清是自己的师妹，芷清也不知道自己有个师哥，还以为自己是大师姐。他们是看了成片之后才知道原来是一家人。同样的，做设定的小鳄鱼老师在设计这几个角色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们最后是同门。怎么办？跟着他，他就爱放狠话。短短几个字透露出鹿野和池年其实挺熟悉的。乙也能听见池年说的话，所以并不是按了耳麦什么的。这个动作潘馆长大电影1的时候也做过，可能就是心灵系相关的技能或者道具的一种表现形式。用手按耳朵这个动作能够降低观众的理解门槛。出
处处是战斗过的痕迹，雪地上满是脚印，是感知小队工作留下的痕迹。传送门进进出出，所以中间这条痕迹是最深的。这两位是西蒂和另一名感知组成员，他们在探查痕迹。双马尾小姐姐先听到了小黑的声音，然后西蒂才回头。小黑看到雪很激动，3步并作2步跑了下去，是只没怎么见过雪的南方小猫呢。西蒂快步跑过来，连跨2节台阶，系在腰间的外套袖子也跟着换有。这件外套西蒂穿起来的话长这样，感知小队的制服非常成套，从内搭到外套到鞋子都是统一的，但每个人都很会搭，穿出了属于自己的风格。陆野大人，我随便看看。相顾无言，尴尬转身，确实只是爱放狠话。小猫开心团雪球，看到师姐走过来，立刻想起正事，丢了雪球，拍拍手就小跑跟上。到了桥上还跑了2步，但没2步又和师姐拉开了距离。还小，没办法。这里鹿野的确是觉得小猫有点可爱，偷瞄了一下。大电影2里小黑的所有猫形态都是木头画的，主创们在做客漫物志时有提到，对制作过程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听一下这一期播客，站内就有，聊了很多有意思的事儿。这里放大能看到乌脊兽，冥王殿是参考了天津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乌脊兽也是按照观音阁上的样式绘制的。远处的感知小队虽然小小的，也依然有动作描绘。这个香炉上的纹样查了一下，应该是寿字纹。粉发小姐姐注意到了小黑，她所探查的这根石柱是冥王殿前的金床，灵瑶出来的时候金床还是完整的，所以它应该是在灵瑶大宋打斗过程中撞坏的。金床完整版长这样，底部是兽头纹，顶部是飞禽走兽，有鹰、孔雀、犬、马、鹅、鱼，设定非常细致。鹿野看着若木的底座若有所思，小黑他并不知道若木曾经就放在这个底座上，他进来之后的注意力就被这个巨大的雕像吸引了。听到小黑问话，鹿野回头看了一眼，然后向小黑也是向观众介绍，这是冥王，和老君一样是会馆的创始人。前景里的这块碑是碧玺，它更重些，所以它的底座特意画的更突出了，这样更能承重。贾紧盯着鹿野和小黑，乙走着走着就被碑林吸引了，回过神来快步跑上去。传送门被毁过，是，不确定是故意还是战斗波及。应该是故意的，传送门应该是最后被炸毁的，因为杰尼皇一定是通过传送门离开的流石。有朋友可能会疑问，为什么一定要选择通过传送门走，不通过交通工具或者别的方式呢？因为经过的地方越多，路线越长，灵的清理难度就越大，使用传送门又简单又快，何况还有灵瑶这位会馆高层在，抹掉传送门使用记录轻轻松松，不用白不用。而且杰尼皇到了洞桥之后，除了吃饭的时候有所松懈，其他的时候他都在认真清理，还伪造了多条路线，要不是有鹿野在，这一时半会还真抓不到他。事发前后有多少人使用过传送门？维修后我们是第一批到的，之后队长就管控了传送门，也将那天所有的传送人员列为嫌疑人。其实通过后面师姐要求真心意义调监控，我们能知道流石覆灭就发生在前一天，但这里西蒂提到的时候却是说的那一天，为什么呢？我想了一下，
之所以用那天指代昨天，可能是为了把控观众的情绪，让观众更沉浸在当下，看得更轻松。我前面的视频里有提到过，在流石覆灭后接无限小黑过去2年生活的蒙太奇，其目的就是立刻把观众从流石覆灭的沉重情绪中拉出来，而且经过那段蒙太奇，观众对于故事时间的感知也会更模糊一些。看到这里，大家潜意识中会觉得流石事件离此刻应该已经过去蛮久了。如果在此刻的对话里点出昨天，那么观众一下就会抽离出来，去想原来流石覆灭就在昨天啊。当观众意识到这么大这么沉重的一件事它就发生在昨天，那么片头蒙太奇的作用会失效，紧接着的小黑师叔梗也会失效，甚至接下来鹿野小黑闲惯式的探案节奏也会让人难以接受。所以这里用那天指代昨天，继续模糊时间线，能够极大程度上保证观众的观看氛围依然是轻松的。上期我点出藏在细节里的时间线时，有朋友认为时间线模糊是大电影2叙事上的不足，但我揣摩这对用词的时候更加能够体会到，这大概是主创们的刻意选择不去调动利用观众的负面情绪，选择给观众带去一种更安心舒适的观看体验。这是罗小黑战记整个系列作品一直在做的事儿，也是大家15年来对罗小黑不离不弃的原因。传送记录有吗？有。鹿野这里转头，因为他看到泽宇过来了。队长。我第一次看到这儿的时候还以为泽宇是坏人，结果师傅好一个预期违背，而且 BGM 也在悄悄配合。前半段是那种大事不妙的氛围，队长。镜头一转立刻调皮了起来。师傅，泽宇原型是笋，衣服上的花纹设计参考了燕尾。有朋友说燕子是笋最好吃的伙伴，所以泽宇穿燕子图案的衣服就像小孩喜欢穿印着汉堡包的衣服啊，这个形容真的太可爱了。泽宇不仅把燕子穿在身上，还把它当成了头像。在日刊封面里有个展现鹿野和泽宇聊天的画面，泽宇的头像用的就是燕子。这是你师叔。这里的 BGM 我真的太喜欢了，再听一遍。名创以小黑的这个形象出过一个娃娃，还挺可爱。这里的小猫脚印是 bug， 目前线上版本已经修复了。我用的素材还是修复前的。久闻师叔大名。久闻，还是那句话，无限真的把小黑藏得太好了，鹿野泽宇也都没见过。你好，我叫小黑。小黑师叔，嘿嘿嘿，有什么进展吗？不能告诉师傅。鹿野对于不能告诉他这件事反应淡淡的，一方面是因为他清楚这是流程，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知道还有小黑这个杀手锏可以绕开这个流程。若木的追踪有问题吗？没有。好，要是若木这种陵园都找不到，你也不用叫我师傅了。是。你们忙去吧，我再看看这边。我听说过你的能力。哦，你能拿到那个本子吗？我们需要那个吗？给。有点意思，还回去。CD 的这个记事本设定长这样，封面是一个软的图案，软是 CD 的战斗法器，封底贴着他的小签名。这个记事本官方这边出过周边，内页汇集了点阵、碗格、横线3种，纸张的质感、书写感各方面都很不错，是很实用的一款周边。同人这边浅师出过专针类似的本子，是 CD 中心向，还特意找来了为大电影提过字的老师约稿写了本子的名字，非常用心的一个本子。前段时间有通贩，据说下半年还会再贩，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浅师的账号墩墩消息。本期我们主要跟随鹿野小黑的视角，所以哪吒家这段就先跳过了，之后再细说。这个
空镜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是，在画面中央的田间小路上坐着2位休息的农民伯伯，说说笑笑。水田里的牛在吃草，牛会频繁扇动耳朵来驱赶蚊虫的这个细节也没落下。土楼门牌上写着嘉兴楼，是以工作人员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土楼的原型应该是承启楼，它也是大鱼海棠的取景地。接下来的楼内镜头有非常多大鱼海棠的彩蛋。哇！这个绘制角度和大鱼海棠里的这个镜头能对上，远处坐着的一大一小对应的应该是大鱼海棠里的这对兄妹。这几只小怪物也在探头看小黑和鹿野。甲探头探脑观察鹿野小黑，乙探头探脑专做观察鹿野小黑。甲后退时还撞了乙一下。乙这个位置按说应该是看不到外面的，但它主打一个参与。小黑转着圈跳的这几步太可爱了。粤东会馆。这里前后2个镜头连在一起，给了大家一种错觉，仿佛粤东会馆传送门就在后厨，但实际上传送门是在大堂。这么衔接是一个幽默的处理。鹿野小黑只是到后厨探查，不过也有可能是特意来视察，看看有啥好吃的待会点上。这个镜头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细节有3个，一个是背景音。背景里有很明显的各种催促声，非常符合后厨嘈杂的环境。我处理一下，大家再听听看。最后就是快热好啊！哎，马上了，油没了，加一下啊！快催2遍了，马上了，马上了！最后就是快热好啊！哎，马上了，油没了，加一下啊！快催2遍了，马上了，马上了！另一个是2位主厨炒菜的动作细节，2位都用抹布抓着锅把，因为烧制的菜品不同，所以火候不同，颠锅的方式与速度也不同。外表的这位看着像是在煮汤或者是汁水比较多的菜品，所以火候比较小，慢慢转锅让锅受热均匀。靠里边的那位在爆炒，所以火候大，颠锅的幅度也更大些。颠完锅还有加调料的动作。还有一个细节是，不只是中间的这位主厨注意到了鹿野小黑，边上在分菜的这位师傅也注意到了。他先看了一眼师姐，后发现了小黑。小黑太矮了，还得跳一下才能被看见。他正在分的这些菜分别是烧麦、流沙包、白切鸡，盘子里还有秋石斛做点缀。这个看着应该是虾饺吧，粉粉的，比较透明。这些画面细节在介绍阿昭老师时放出的线稿里呈现的更加直观。这段官博也有分享说是参考了公司大厨炒菜的素材，是真的有大厨。在韩木春华官博搜索饮食部可以看到全是好吃的，而且有大厨这件事不仅在国内宣传，国外也宣传。日本产刊里专门放了一整页介绍公司食堂，食堂好吃到连日方制作人在采访里被问到和韩木春华交流过程中有什么让他印象深刻的，人家回答的都是美味的工作餐。鹿野小黑认真探查，小甲小乙认真跟踪。看这个位置关系，甲应该是躲在了这扇门的门板后，所以才需要探头出来看。这扇门我查了一下，参考的可能是西关大屋那扇很有名的蝴蝶窗，真的非常漂亮，有机会要去看看。镜头左边有一桌在吃饭的客人，他们背后挂着的画是余英老师画的，在设定图里能看到原图，总共有3幅，还有一幅在这个镜头里画的分别是莲、生猴、醉温图，特别好看。粤东会馆内部装潢可能是参考了装修前的广州酒家文昌路总店，这家店的大堂里也有一棵树，不过25年重新翻修了，现在除了树其他都不太像了。这里背景音里还有一句粤语，听语气感觉是在催菜，但我不懂粤语，不知道他说的具体是啥。懂粤语的小伙伴可以在弹幕里分享一下。传送门边上这4个人在说说笑笑，镜头右边这里有个飞照，将传送区域和大厅做了简单的分隔。飞照上还有浮雕的小花，正反两面都有。小黑被这只海鸥踩了之后出现了无影手，更有意思的是这只走了之后又来了一只朝小黑俯冲，还想踩我们小猫，但小黑转头就发现了并第一时间朝他哈气，成功把他吓退。小黑哼了一声，走的时候也依然警惕。画面里的这2盆植物看着应该是响尾葵，这个会馆在兰溪镇里也出现过，第134话。一起出现的还有鸠老、新月、蓝玉这些一级执行者，不过不确定是来这边执行任务还是驻扎在这儿。
儿。这个会馆画风上有些异域风情，在当初主创们直播的时候有特意提到，这是导演特意要求的风格，不知道和北域有没有关系。你们到底在找什么？这个镜头我原本以为没什么能说的，但是在某书上刷到了这个大佬发的帖子，才发现这里的细节量简直爆炸。这个大佬是中国美术史论专业的，写了很多把二次元和艺术史结合起来分析的帖子，是非常棒的内容。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他。我接下来的这段分析就是在征得他的同意之后，结合他的发现写的。左下角的这只碗，看器型有点像是北宋汝窑青瓷莲花式温碗，这个绿色的盘子可能是北宋耀州窑青釉刻华折枝牡丹纹碗。这两件白色的方盘和圆盘可能分别对应邢窑窝角方盘和定窑莲花盘。这边这个看着像是白瓷双龙尊，这个盘子大概是磁州窑的红绿彩双凤纹瓷盘。角落里的这个瓶子是四细瓶，前景架子上的这只是梅瓶。这幅字看着像是写着此会馆什么什么签什么什么钱，不知道到时候设定集能不能揭示一下这里写的到底是啥。小猫又在点点脚往下看，师姐摸了摸松树，然后站上了传送门。黄河会馆。黄河会馆大家可能都以为是那个黄河，但实际上是这个黄河。绿色的门，红色的墙，地上的钢板，门口的两个石狮子，石狮上的花纹都一模一样。这里小黑的动作节奏也安排得非常有趣，像是一时兴起犯了个小贱，结果马上就被制裁了，动得一激灵都炸毛了。师姐注意到这边的动静也是一脸的无语。洞桥会馆。荣城会馆。兰溪镇116话里出现的这个描绘的可能就是荣城会馆。韩木会馆。细心的朋友可能会注意到韩木会馆这里的背景雾蒙蒙的，看着像是在山里，但前面无限他们去的韩木春华却是在城市里。难道韩木春华不是韩木会馆吗？其实看龙游或者灵犀就知道，会馆有专门面向人类的对外办事处。灵犀的在 TV19 集里提到过，光博在介绍龙游会馆设定时也说过，城里有一栋大楼作为对外办事处和空间入口，不过大战时损毁了。由此可见，韩木春华就是韩木会馆面向人类的对外办事处。花间。花间真的就在花间。茂竹。这个会馆取景于菲利普斯艾克塞特学院图书馆。这个会馆取景于众生之门，不是。兰溪镇134话里出现的这个地貌和这儿有点像，这里的三位分别是归月、木影和斑壁。这个会馆取景于印度阶梯水井。鹿野带着小黑穿梭在各个会馆之间的这个片段，在我第一次观影的时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段音乐、美术、剪辑节奏配合的恰到好处，荧幕里的那种美和韵味是扑面而来的，目不暇接的，美得很绚烂，很惊喜。但最让我惊喜的还是主创们选择用吃饭这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作为整段视觉奇观的收尾，收得非常漂亮、合理且不突兀，还有一种再大的事儿也别忘了好好吃饭的踏实感。而吃什么怎么吃我们之后再聊，本期内容就先讲到这儿。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别忘了一键3连，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